各位棒球迷，早安、晚安、晚安，我是阿杜凯。今天的主题算是蛮有趣的，要来跟大家聊聊传说中的吕台救世神。不过，吕台是不是真的就是神呢？我们今天就总共抓出8位洋将，一同来检视他们转战韩职后的成绩吧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是在2017年转战韩职的艾迪顿，在2016年的时候，艾迪顿初来乍到。在台湾的期间，靠着一颗不错的大曲球，外加上一颗速度不错的直球，在弹力球时代闯出不错的名堂。37.2局的投球被打出42支安打，缴出4.30的防御率。在台湾大赛上，艾迪顿也有出场，先发2场投了11局，仅仅只有2.45的防御率，而且在第2场出赛的时候，还投出队史在台湾大赛上单场最多3振的9次3振。季末在中职日职交流赛上，因为面对日本武士队投了3局被打3安失1分，所以被韩国职棒乐天巨人大力挖角，最终转战到韩职的巨人队去。而艾迪顿初次到乐天巨人的初登场就是先发，投了5.1局，用了96颗球，投出6K 与3BB，仅被打1支安打，失掉1分的分数，最终拿下胜投。第2次的先发一样是投了5.1局，用了97颗球，被打出5支安打，共计失掉3分的分数，其中包括2分的自责分。不过这样的好景就在出赛第3场之后开始破灭，连续5场出赛都吞下败仗。在这5战中，最短的投球局数只有 1.1 局，而在这 1.1 局当中就被扫出5支安打，包括1支全垒打，失掉的分数高达6分。整季艾迪顿失分数超过3分以上的比赛有5场，先发投不满5局的场数也是5场。在季中因为缴出担当队上败投王的成绩单，在季中就遭到乐天巨人的解约，留下先发13场出赛，拿下2胜7败与防御率 5.91 的成绩单。再来下面一位是2019年来到台湾的索沙。2019年索沙因为韩国的赋税条款，决定放弃在韩国谋生的机会，来到台湾。而来到中职，在富邦自办热身赛当中，就狂飙157公里的速球，初次登场对战同一师队，缴出8局仅失1分，外加上送上10张国王笑脸的好投。不过因为富邦打线没有帮忙，最终吞下败仗。在台湾的每一场比赛，除了1场比赛投不满6局外，每场比赛都投超过6局以上。最终出赛不到半季就狂飙85次的3振。SK 飞龙队也决定买断他与富邦悍将合约。而转战 SK 飞龙队之后的索沙，回国后的第1战被三星士队教训，在4局的投球里面被狂轰猛炸，被打出了7安，里面包括3支的全垒打，单场失掉8分的自责分。不过后续索沙回稳，曾在1场比赛中投了8局，仅被打出4支安打，而且送出6次3振与1次保送，拿下胜投。整季出赛16场，失分超过3分的比赛虽然有6场，但是多场比赛都没有失分的记录，缴出3.82的防御率与拿下9胜3败的成绩，最终在回归韩职之后，还是跟过去一样的杀。第3位就是在之前影片中有提过的希克，离台后还能够夺得防御率王的球员。2013年刚来到台湾就缴出很好的表现，整季投了133.1局里面被打出120支安打，不过仅只有 2.70 的防御率，而且季末也拿下防御率王的宝座。2014年虽然回到台湾的初战3局掉5分，不过第2战马上扫除大家对他的疑虑，7局仅被打2支安打，更送出双位数的11次3振，整季单场送出不超过5次3振的比赛只有2场，而且出赛8场就投出67K， 也打破中职纪录。这样的好表现马上被韩国的 KT 巫师买走，结果去到韩国之后的希克成绩大爆炸，半季总共出赛17场，投了39局，被打出43支安打，其中包括5支的全垒打， K9 和 B9 分别是 9.7 与 5.8。尽管3振能力出色，但是也因为保送数过多的关系，最后在17场的初赛里面拿下0胜6败，防御率更是高达 6.23， 在合约还没走完的状况下就遭到 KT 巫师的释出。第4位则是2014年转战韩职的安迪。2007年的时候，安迪被陈泰队签下，初登场的时候就有不错的成绩，投了6局被打3安，掉了1分的自责分，整季安迪缴出的成绩都不错，共计投了 46.1 局，失掉27分，其中包括18分的自责分，缴出防御率 3.50 与 1.14 WHIP 值的成绩单。不过或许是因为在季后赛上成为队史最后一任的败战投手，在隔年安迪并未收到续约的邀请，而在2012年33岁的他被奈克森英雄签下，结果转战韩职的第1年就缴出惊艳的表现，共计出赛28场，统统都是先发，并且取得11胜8败的成绩单，而且防御率也是不错的 3.28。2014年，安迪更是投出生涯年，先发出赛31场，投了187局，虽然被打出193支安打，
但是同时也送出178张国王笑脸 ，K9 值也是不错的8.6，整季拿下20胜6败，不仅是当年度韩职的胜投王，另外还拿下了当年度的金手套。虽然在2016年转战西武狮，不过成绩并不太好看，但是在韩职的通算成绩里面缴出73胜42败，952局的投球，送出860次三振，防御率3.56的成绩单，最终在2017年也结束韩国职棒的生涯。果然是一位旅台就是神的洋将。第5位则是中职在台最久的洋将，2012年当时名为雷利的罗莉来到台湾，而在中华职棒的第1年就有不错的表现，共计8场出赛，有7场是以先发投手身份出赛，其中投了50.1局，被打出43支安打，不过也投出31次的三振，而且还有1次完投纪录，也帮助拉米狗桃园队夺下总冠军。亚职大赛上对上韩国冠军队三星狮，更是担任先发投手，结果一投就是9局，而且还狂飙11次的三振，更是投出54球，完投完封胜，这也让他在2013年底被 KT 巫师签下。不过受限于 KT 巫师队是新队伍的关系，罗莉在二军先发投了15场 ，K9 与 B9 分别是7.8与2.4，缴出3.63的防御率，而拿下7胜0败。不过季末也没有收到 KT 巫师队的续约邀请。罗莉这位洋将因为是在二军出赛关系，我没有办法给他太多的评价，大家就在下面留言你自己的想法咯。第6位则是今年效力于味全龙队的布里汉，在2020年底不被韩职的英雄队续约的布里汉，被味全龙队大力签下。而在中华职棒中，布里汉虽然首战面对兄弟4局被打4安失掉1分，不过第2战开始就让各队打者很头痛，其中生涯最好的成绩是在4月面对中信兄弟的比赛，主投7局虽然被打出7支安打，但是却没有失掉任何自责分，在5月以前没有任何场次的失分数超过3分以上，整季防御率比泰迪还要可怕，仅只有 0.60， 这让英雄队重新找回布里汉。而回到韩职后的布里汉的表现也是相当可怕，首次回到韩职主投 5.2 局0失分，同时送出7张国王笑脸。第2战也是主投7局没有任何失分的记录，虽然在季中一度吞下3连败，但是布里汉及时回稳，连续5场出赛通通都拿下胜投，而且这5场里面失分数超过3分以上的比赛只有1场。虽然缴出鬼神般的成绩，不过布里汉在7月的时候告假回国，也在韩职留下先发10场，拿下7胜3败，防御率 2.95 与 1.23 WHIP 值的成绩单。虽然布里汉过去就有在韩国职棒打球了，但是2020年来台前的成绩是9胜5败与 3.62 的防御率，相形之下到台湾磨练返韩后，实力与功力都有大幅提升。再来是2021年转战韩职的卡本特，2020年的季初，乐天桃园宣布签下卡本特，初登场虽然缴出6局15分无关胜败成绩单，不过下场比赛就有 6.2 局0失分的好投。卡本特整季因为体能方面关系表现时好时坏，最差的成绩是5局17分，但是拿下胜投，可见暴力员打线之可怕。不过整季算下来仍有不错的成绩，先发出赛25场，拿下10胜7败，157.1局的投球里面送出150次三振 ，BB9 为 1.9， 缴出 4.0 的防御率与 1.36 WHIP 值。2020年底华英队挖角卡本特，而卡本特在韩国职棒的首战缴出 5.1 局被打3安失掉1分，其中该年的代表作莫过于面对巫师队的比赛中，单场投了7局只被敲出1支安打0失分，同时送出8次三振与4次保送。虽然6月和7月因为体力不堪负荷的关系，7次的先发里面吞下5次的败投，防御率瞬间从 1.69 拉升至 3.71。不过后续因为奥运停赛而获得充电的机会，但仍旧不敌体能的问题。整季先发出赛30场，拿下5胜12败，170局的投球里面被打出150支安打 ，K9 值与 B9 值分别是 9.5 与 3.8。有关卡本特是否达到旅台救世神的标准，也交由各位分享你们的看法了。最后则是近年旅台救世神的最佳案例——米兰达。2019年，米兰达从福冈软银成为自由球员之后，被中信兄弟签下，成为中职史上最贵的洋投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初登场就投出2020年全球的第1球，而在那场比赛也缴出5局送出7张老 K 仅失1分的好投。而在德保拉出现以前，排行榜上除了胜投以外，几乎都是由米兰达所占据。虽然6月到8月防御率一度飙升至 4.48， 不过最后仍下修到了 3.80。而且在总冠军赛第1场出赛就震撼全场，缴出9局完投送出9张老 K 仅失1分的表现。不过G7因为在第6局2出局后被击落，最后吞下败投。在季末韩职的常胜军斗山雄也找上了米兰达，
初登场就缴出5局无失分，外加上5K 的好投。5月的时候虽然出赛4场拿下1胜3败，并且有2场比赛失分数高达6分，不过后面开始米兰达越投越起劲，自从6月开始就没有任何一场比赛失分数是超过3分的，送出8次3振以上对他来讲也是一片披萨，甚至改善过去在中职时期的控球大问题，保送数跟中职时期相比也是低的可以，也投出225次的3振，刷新过去韩职单季最多3振的纪录。季后赛上虽然因为手紧绷的关系而无法帮助到球队，但整季的14胜5败，225次3振与2.33的防御率，包办了投手3冠王，并且拿下韩国职棒2021年的年度 MVP。米兰达是我认为近5年来最强的旅台救世神案例，你认为呢？好啦，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有趣的数据。本集的分享主要是针对转战韩职的球员，如果这集回想好的话，就会再整理下一期的数据。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喽，我是阿杜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团队整季击出了165支全垒打，也是该年4队当中最高，安打、长打、打点与团队打击3围，通通都是该年4队当中最高。2017年，邱长龙从打击教练卸任，并且升官担任队上